还是做不到吗？这就是人类身体的极限本能。I admit that you are very strong, but you are still far from open source. 君，我来助力，看我们遥遥领先的新技术。Mortis. 我们一拍即合。威廉，这是我跟老倪一起研发的小米3折叠机器人。Cook, we've got a big trouble. 谁言人族不大智？ Start SpaceX.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杰，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节目啊。那开篇的视频呢，是昨天我在微信群里面看到别人转发的。那撇开内容不谈啊，创意呢，我觉得还是有的，但不多啊。就视频里虽然搞出了人形机甲，但是外形实在是很难不让人想到高达啊。而变形的声音呢，就是大家熟悉的变形金刚了，所以我说创意不多啊。从这段视频也能看到，中国人现在对和美国开战的这么一个态度啊，好像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只不过我不知道生成这段视频作者使用的是哪个 AI 平台，哪个系统啊？可能是 Windows 啊，可能是 Mac， 也可能是 Linux 啊。但好像鸿蒙现在做不了这个吧。那关于中国的军队和那些所谓的科技企业的情况啊，这期呢我没有太多想说的，我觉得可以请中国足球名宿范志毅范大将军来说说他的观点啊。那大家都知道啊，这2年中国国防部长啊是换了3任了，从魏凤和到李尚福，再到最近出状况的董军啊。军队的情况呢，目前看不是很稳定啊。职能部门一届换了多少的改过不了，换汤不换药啊。那虽然军队的高层领导有问题啊，但是我们还有火箭军啊。你这批人是什么人啊？你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吗？从另一方面讲，中国是备战 S4 赛季最早的国家。我已经说了，你像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，务实一点。我缺的什么？我把自己战术打法这个理念先搞懂，脸都不要了。那感谢范大将军啊。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频道啊。那接着我们再简单聊一聊昨天的一则新闻啊，是美国公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后，中国指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涉嫌违反反垄断法，并对其展开立案调查。那记得6月份的时候啊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称台湾是 country 啊。那中国大陆这边呢，还给他找补了一下，说 country 在英文里面是也有地区的含义啊。我当时说中国还需要依赖英伟达的芯片啊。目前来看呢，中共貌似是找到了替代方案，或者说不再需要那么高精尖的芯片了。那之前外媒也爆料过啊，从华为的手机里是找到了台积电产的芯片啊，那也就戳穿了华为自研芯片的谎言啊。当然，之前也有消息说中国是有能力制造7纳米的芯片了，只不过这个方案呢，造出来的芯片良品率很低啊，所以成本很高啊。这点呢，我觉得如果真的中国能做出来，应该早就大吹特吹了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想起来一个故事啊，学过管理学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吧，就是有一家大公司和一家小公司，他们的生产流水线上都有空箱的问题，就是流水线在装填的时候啊，有一定概率漏装几个箱子啊。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大公司的老板就
就找了一批工程师，花了几十万和几个月的时间，研发了一套系统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那小公司的老板呢，就把车间主任找过来说，给你1个礼拜，解决不了你就滚蛋。那车间主任呢，苦思冥想之后，在1个礼拜之后就搬来了一台工业电扇，对着流水线吹，空箱子呢就被吹走了。那说这个故事呢，我是想说啊，就是有些问题啊，可能并不是需要那么高的技术啊，其实也能解决的。这个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米格25战斗机啊，让美国担惊受怕了很久的故事啊。那最后苏联飞行员叛逃之后啊，美国人才发现原来苏联用的是这么简单的一套解决方案，而且雷达技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落后啊。那也就是说啊，虽然苏联当年的技术落后于美国啊，但是呢，他们仍然是想出了一些解决方案，让美国能够对苏联还有所忌惮啊。那说回中国这边啊，大家印象里面，中国在49年之后有过类似的案例嘛？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某些难题的那种案例啊。所以呢，我就不知道随着芯片方面的全面落后啊，中国以后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的产品啊，就只要不是赵家人用的，毕竟赵家人大不了团购了走私嘛，普通百姓用的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啊，会出现多少问题了。那这期呢就简单聊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